韩国在部署了萨德反导系统之后，为了区域的平衡，和中俄之间它是有一个默契的，就是韩国最多呢只做雷达的探测，而不做这种实弹发射的拦截测试。但是呢，最近却在和美国的自由之盾的联合军演之中，首次进行了实弹拦截测试，这一下就把以前的默契和平衡全部是毁于一旦了。那么中俄必将是严厉反制。欢迎来到张斌观察，我是张斌。要说这萨德系统啊，它不就是一个中近程导弹的末端拦截系统啊？它对于这射程小于3500公里的这种弹道导弹，它可以进行中段的拦截；射程大于这个3500公里的，可以进行这个末段的拦截。而且呢，它一车可以装8枚导弹。它的雷达系统和它的探测控制系统还是非常强的。美国的反导局它做过测试，拿萨德系统呢一共打过16次的实弹测试，结果呢发现这个可靠性非常的高，16次都成功了。所以应该说萨德系统是一种比较优秀的，也是比较稳定的反导系统，而且它如果和爱国者系统整合呢，那就会严重的削弱中俄在这个地区的战略威慑能力。很明显啊，这次他们进行这个实弹发射，你说它是进行什么针对朝鲜的，那这话说的，你针对朝鲜用不到萨德吧，就是一个借口，它实际上是在削弱中俄的威慑能力，这就一定会导致这个地区的军备升级，那么地区的形势会变得越来越严峻。我们来看几点啊。这次韩国和美国的联合军演来进行这次实弹拦截测试，应该说是美国在这边施压，但是作为尹锡悦政府呢，他也会主动的配合，这和以前的文在寅呢是完全不一样的。现在的尹锡悦政府呢是紧贴在美国的身上，那这样呢会对韩国已经形成的这个前面这种默契，达成这个默契，这其实是韩国的一个外交信誉吧，那会损害的非常的大。但损害不损害的这条路它一直会走下去，而且这是未来的一个大趋势了，在军事上它和美国会越来越紧密的连在一起。第二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东北亚的这种军事对抗会加剧。以前嘛，它部署了这个萨德系统，那当然中俄都要做出反制了，但是这种反制呢还是处于一种低对抗度的一种平衡。那你现在都要搞这个实弹测试，这是要玩真的了，它会升级到这个高对抗的平衡。第三，我们也可以看到美国呢这个在整个地区的这种军事上的逼迫，它在一步步的加速，而且它是在做着实战的部署和实战的演练。那在这种局面之下，作为中俄，那肯定会做出相关的反制的手段，那肯定要压住这个事情，并且你要有实实在在的办法能够保护自己的安全呀。那你可想而知了，我们肯定会在这个相关的这种打击武器的这个数量上那会增加，在形式上在质量上也会提高，我们会有更多的压制手段，甚至呢我们会有更多的这种反制形式。你比如说，我们除了部署这种打击能力、反导能力更强的弹道导弹之外，可能会考虑用海基和空基来部署这种高超音速武器。那作为俄罗斯来说，这个远东地区并不是它的这个核心的军事安全区，但是它也对这个事情它接受不了的，至少它接受不了美国在这个东西两面对它的夹击，它也会在军事上有所升级，而且呢它很有可能会激活朝鲜。近来我们看这个朝鲜不停地发射各种武器甚至都提到了战术核武器，外界就分析这可能跟俄罗斯在背后的支持有关。这事情呢是没法证实，但是有一个假设，就是一旦是俄罗斯去激活朝鲜的能力这个虽然是能够去钳制美韩，但是我们中国也不愿意看到这些。所以从现在来看，美国在东亚地区的这种各种部署和各种实战性质的这种演练会让东北亚的形势变得更加危险和严峻。